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近期中共政坛风声鹤唳，外界高度关注一个惊人问题：习近平是否正在悄悄退居二线？10月召开的中共四中全会或将揭开这场权力大洗牌的序幕。今天我们要谈的不只是习的低调行程，而是军权、人事、健康问题交织下的权力危机。特别是就在四中前夜，习近平身边的3位贴身大秘竟然接连失踪，这究竟是习主动退位，还是被清军策？中共总理李强这几天出现在了美国纽约，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作发言。习近平没去，而是跑去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活动。美联社报道认为，这说明习近平退居二线。这次的变化是习近平减少海外旅行和将任务委托给中层下属的最新例子。美联社认为，习的领导风格似乎正在演变，将李强推向了一个更突出的角色。专家则分析，年龄可能是一个因素，72岁的习没有下台的迹象，他减少旅行，试图保持健康，并最终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但也有专家指出，这并不是什么制度性的权力转移，而只是让人帮他做事而已，并不代表放手。外界发现，习近平虽然指派李强去联合国现场参加联大会议，但他还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发表了视频致辞。与此同时，习近平23号率大批高官抵达乌鲁木齐，出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活动。但有意思的是，这次新疆之行整个行程都充满了仪式感，缺乏实质内容。他只是象征性地接见了一些地方代表，拍合照，但代表中央讲话的是政协主席王沪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8月他去西藏也是一样，只出面不发言，甚至在北京大阅兵总结大会上，他也是露个脸就走，讲话交给了蔡奇。评论界形容，这像是一次又一次的告别巡演，恐怕他已经是退居二线的状态了。最高领导人退居幕后，在二线掌权，在中共历史上并不罕见，毛泽东、邓小平，包括江泽民都曾经尝试过这种模式。但要在幕后掌权，先决条件是他对军权要有完全的掌控。当年毛邓都是从战争年代打过来的，靠军权就能压制全场。江泽民则是安排了一票心腹控制军委，也实现了架空胡锦涛。但习近平呢？自从去年起，军权就基本被张又侠接管，而张的背后是政治老人的势力。更糟的是，以苗华和卫东为代表的习家军被连根拔起，军队大清洗，几乎清空了习的军中部署。所以如果习真的退了，还想垂帘听政，可能性其实非常低。还有一个关键信号是习的健康问题。9月23号，央视直播习近平抵达乌鲁木齐，我们观察镜头细节，他从机舱出来挥手，正当他准备下舷梯时，画面突然切到欢迎群众。等画面回来，习已经下到地面，步伐一晃，险些踉跄。这个剪辑手法很明显，是在刻意回避他下阶梯不稳的难堪画面，却也变相向外界透露习的身体状况可能不妙。事实上，近几年他的外访画面中也多次被拍到走路不稳，脸色灰白，他患重病的传言不断冒出。那么接下来最受关注的焦点就是10月的四中全会。这次会议可能将直接决定习的去留和中共高层的大洗牌。四中全会将有5大看点。第一是习近平如何退位，是让出3个职务中的1个、2个，或者是完全退出，他是否同时退出政治局常委？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习让权不让位，站住某个位子，保持面子和虚荣。第2大看点是政治局补位，目前政治局24人缺1个女性，而何卫东出事之后又少了1个人。而政治局里习亲信马兴瑞被认为可能已经出事，因此政治局要补人，谁能入局就是看点。第3就是中央军委也要补人，目前中央军委7人已经少了3个，谁将进入军委将显示军权走向，备受关注。第4就是国务院，目前5个国务委员已经少了2个，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空缺，
可能也将在四中全会上一并做出决定。四中全会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高层人事问题，残缺不全的政治局和军委不会再拖到21大。最后一个最大看点就是是否安排接班人。如果真有人被点名，像外界传的丁薛祥、胡春华、陈吉宁等，那表示习可能准备在21大正式退场。但如果没有，那可能表示习还想继续执政或垂帘听政。问题是他的身体与权力都已经撑不住了。现在从表面看习还在位，但从身体、军权、人事、出访安排的种种迹象来看，他可能已经实质性退居二线。问题是他能否掌控幕后，还是正在被架空。四中全会将是这一切的关键时刻，而中共政治斗争风暴一直在席卷，习近平的身边也不平静，三位大秘一个个在消失。习近平任中央军委主席13年，先后用了3个大秘：秦生祥、钟绍军、方永祥。如今习的3个军中大秘全都不知所踪，此事堪称当今中共军队乱象中的一大奇观。我先来说说第一位神秘失联的大秘方永祥，一位曾被视为最贴近习近平核心的军中红人，现在已经音讯全无。9月23号，习近平接见驻乌鲁木齐的部队军官。按理说，这种重要场合，军委办公厅主任应该出席，但镜头里我们看到坐在习左侧的是军委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左边再过去是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邱阳。方永祥又缺席了，这是他第3次缺席。8月20号，习在西藏接见驻军，没见到他。9月17号，习出席抗战胜利80周年活动，军头们都来了，还是不见他。到了9月23号，新疆军方人员会面，他依然消失。3次缺席已经不是巧合，这样连续消失，在中共体制里通常就代表出事了。方永祥是谁？他的履历显示，他不只是个文职秘书，而是一名有实战资历的中将，福建厦门人，出身于习家军的大本营第31集团军。他从排长、连长干起，一路从团政委、旅政治部主任到战区副政委，是那种从基层一步步熬出来的红色军人。2018年甚至还被调去当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是当时唯一穿军装进入国务院体系的将军之一。2024年，他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这个职位就是习近平军中的贴身大秘。而且方永祥还兼任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简单说，习军事上的文件、会议、人事全都得经他手。这样的人如果突然消失，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一定是出大事了。那么方永祥为什么会出事？有一个名字我们不得不提，苗华，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是习的铁杆老部下，两人都是福建帮，出身第31集团军，关系非常深。苗华2017年起坐镇军委，7年时间几乎垄断了军中的人事话语权。而方永祥呢，在苗华的提拔下一步步上升，甚至担任了苗的助理。简单说，方永祥就是苗华一手扶上去的嫡系。现在问题来了，苗华2024年11月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传闻是贪腐问题极其严重，而很可能他在调查中把曾经给他送过钱的部下全交代了出来。外界推测，方永祥就是苗交代名单上的一员。别忘了，这些人是谁推荐的不重要，最终的拍板人是习近平本人。这么敏感的位置，习不可能随便听一个人的推荐就放人上来，肯定是要自己亲自过目审查决定的。换句话说，方永祥是经过习近平亲自审定后，认可能担当贴身助手的人。但现在这样一个亲神的心腹出事了，对习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不只是政治上的难堪，更是军权控制的破口。更可怕的是，还不是一个人出事，而是一条线的人马全都被拔掉。从苗华到方永祥，再到接下来我们即将谈到的另外2位大秘，习近平军中的亲信正在一个个消失，而这正是习近平退居二线、无法垂帘听政的证据之一。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方永祥的消失，
而是整个军中人事系统的塌方。而这塌方的结果是让习近平的掌控力不再稳固，也让他原本可能想在二线遥控全局的算盘越来越难打。接下来我还要讲到另2位同样失踪的大秘，他们一个是曾负责习的安保系统，一个甚至被称为习的影子。我们来揭开他们的故事。钟绍军是习近平最核心、最信任的军中左右手，他不是普通大秘，是亲信中的亲信，核心中的核心。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悄无声息地被从中南海习身边调走。先来看看他的背景。钟绍军和习近平的关系可以说是政治上的革命战友。2006年习在浙江中使秘书，2007年习调上海，他跟着去；2012年习进北京，他还是跟着去；2013年习刚坐稳中央军委主席半年，立刻把钟绍军调去军委办公厅当副主任。到了2017年，钟绍军升任主任，正式成为军中第一秘。换句话说，习近平从地方到军委的整个仕途过程中，钟绍军一路随行，寸步不离，整整18年。钟绍军的权力不只是帮习近平写讲话、开会签字这么简单，他同时兼任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主任、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军队选举委员会委员。这些岗位意味着什么？他是全军制度、组织、人事的设计师和执行人，掌握着干部晋升、机构改革的实权，是习军权统治的执行者。在浙江新军里，他的军衔不是最高，但分量绝对数1数2，甚至很多军中高官私下都说，见钟绍军就像见习近平本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军中代言人，却在2024年4月突然被调离中枢，转任中共国防大学政委。这个消息中共军方从头到尾一句没提，全靠2025年8月新加坡国防部在社交媒体的一篇贴文才被间接曝光。而钟绍军与外宾会面的照片根本不发，微博上也搜寻不到钟绍军。这种技术性消失就是中共特有的封杀术语。为什么钟绍军被消失？有种说法是他可能被卷入了2023年火箭军腐败案之后的整肃风暴。想想看，他是习军中最关键的人物，自然成为许多高级将领进贡攀关系的对象，权钱色样样都可能送到他手上。当那些将领一个个落马，钟绍军自然也就被供了出来。据说他可能上交了一部分资产，写了检讨，习看在多年情分上，把他冷处理，调去了国防大学。但即使如此，他仍被全面封锁，代表问题还没结束。钟绍军被调任至今，没有任何一篇官媒报道提及钟绍军的公开活动。更夸张的是，连新加坡国防部访问的照片都被微博封锁。到了8、9月，有评论人直接爆料，钟绍军已被免除国防大学政委职务，退出现役，退出政界。真假还无法确认，但看整体迹象，高度可疑。这让人想起另一位习的大将，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何卫东是习近平破格提拔的军中第3号人物，曾是攻打台湾的预备主帅。原本预计接替张又侠当军委副主席，但今年3月刚从全国人大开完会，回81大楼和就被带走了，至今消失了5个多月，军方和官媒一律晋升。而钟绍军的技术性消失就在何卫东失踪之后，这2人都是习极度倚重的亲信，现在全都出事，绝非巧合。据说这些案件互相牵连，苗华、何卫东先后落马后，钟绍军也被点名，这才被打包处理。从钟绍军的故事我们看到，不只是军中腐败有多严重，而是习近平的整个人事网络、整个军权布局都在瓦解。新的亲信一个接一个倒下去，最了解他的人、最得他信任的人都出问题了。这对于想要退居2线、继续掌控全局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前面我讲过2位神秘失踪的习近平大秘，下面要说的这位是习近平当军委主席后的第1任贴身大秘，上将秦生祥。如果说方永祥是后起之秀，钟绍军是左右手，那秦生祥几乎就是帮习近平搭建整个军中制度框架的建筑师。这样的人如今也被爆出出事。2012年，
中共18大前夕，当时的军委办公厅主任王贯中被调离，习近平尚未正式掌军，就先安排秦生祥接任了军办主任这个位置。中共18大一开完，习上台，秦生祥稳稳坐在习身边，成为第一位习系军中大秘。从2012年到2017年这5年里，他既是军委办公厅主任，也在2015年军改后兼任军委改革和编制办公室主任，成为全军改革的操盘人。这2个职位同时由一人掌握，在15个军委职能部门中绝无仅有。这代表什么？他信得过，习放心。2017年，秦生祥被调任海军政委，接替的正是后来出事的苗华。军中人都知道，政委不只是搞思想工作，更握有军队内部人事考核大权。秦生祥掌海军，等于又在另外一个系统里建立了自己的网络。2019年，他晋升上将，位列顶级将领行列。2023年3月，秦66岁，依规退下，转任中共人大社会建设委副主任委员。听起来像荣退，但不到1年就有了惊天爆料。2024年10月6号，第一波海外消息传出，秦生祥被抓了。当时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到了2025年7月，第2波消息再次传出，他被调查。7月31号，中共建军节招待会，秦这种级别本该出席，却毫无踪影。这就不只是传言了，而是实质性消失。秦生祥的位置太关键，他是习军改的操盘手，是军队内部结构与人事制度的设计者，也因此成为军中各级将领进贡的首选目标。而且别忘了，他与苗华在2017到2022这5年间，在海军人事上高度交叉。这2人都是习的心腹，都出师了，已超出偶然。给他们送钱送物的将领不少，当中一旦有人落马，供出他们也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回顾一下整体局势，就会发现4个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其亮离奇去世，范长龙传闻被抓，何卫东失踪，只剩张又侠。3个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出事，董军是苗华提拔的，处境也不妙。火箭军整个高层被一锅端，海军、空军、陆军5大战区高层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而现在，习近平的3位贴身军中大秘秦生祥、钟少军、方永祥全部被消失。这一连串事件说明，习近平打造的军中铁桶部队正在崩解。他最信任的亲信出问题，他亲自提拔、审查、拍板的人，在一个个被抓、被封杀、被消失。从方永祥到钟少军，再到秦生祥，我们不只看到几位军中大秘的沉浮，更看到习近平的军中权力架空正在坍塌。随着中共4中全会的临近，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是否正在遭遇清君侧？下一步，习是退是留，是掌权还是失控？全世界都在盯着。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